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城鎮好，咁啲咯城鎮真正好。氏族时代的群体劳动，劳动的时候呢，为了解除疲劳，互相唱歌，他这就当成一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是本民族的很难理解。春季，小鱼小虾大量出生，水下的世界喧闹起来，大鱼吃小鱼，残酷的自然法则开始激烈上演。这也是壮族渔民们出动的时机，他们组成船队，专捕在水中肆虐的大鱼。这一春季的互生捕鱼行动，演化成1年1度的捕魚節。兵令世界人歡許，交硬鄧晚都及巴，都恐空國恩見碎，都巴空國都特務，恐流交硬都及巴喎！熊熊的火把，嘹亮的歌声，对于蛰伏水下的大鱼来说，不只是一种致命的诱惑。等它们游近时，事先铺好的大网就开始悄悄收束了。众人拉网，刚举木张，丰厚的渔获，对这些水中猎人来说，是最好的报酬。
载歌载舞，满载而归。一代代的先民用这样的仪式应和自然的节律，见证万物的生长。山河星罗，湖湾齐步，这方热土养育了南国的芸芸众生。质朴的性情孕育出美妙的天籁之音。山歌中有稻作文化、采集文化、渔猎文化的印记，兼有山水吟唱、男女对歌，以歌寄兴，内容天马行空，随性而发，婉转自如。在心为志，发而为诗，人们欢歌纵舞，对话天地，守望山河，就在如歌的岁月流转中，更继着代代血脉，延续着人生的传奇。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名叫子西的楚国大臣路过岭南，在南国的田野里，他听到了美妙的越人歌。山、林、我、你，心迹的坦白，情感的面对，真诚而朴实，火热而坦率。中国历史上的最早情歌就此留在了典籍中。越人歌在热带的风里辗转流传，千年不衰。民歌从山野阡陌中走向现代都市，从原始祭祀走向时代歌唱，从群体的迷狂中走向个性抒情。唯一不变的是其中生活的质感和真挚的情愫。广西民歌以其多样的面貌和丰富的表现，在全国独树一帜。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经演化成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化盛典，也让广西民歌成为南宁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天是3月3，对于60岁的潘宝山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日子。老伴儿潘绍香也有着一副好嗓子，今年他要参加广西歌王大赛，老伴儿是歌王，自然少不了他的指导。在壮族的传说中，3月3是始祖部落驼的诞辰日，祭祖、祭灶、祭龙母，抢花炮、抛绣球、做美食。当然，重头戏还是唱山歌。在当地人眼里，3月3就是3天3夜的赶歌曲，是一个属于山歌的节日。而在1年1度的山歌比赛中，成为歌王，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耀。山歌可以能交流好多，用话说不出来的东西。39年前，21岁的潘宝山和17岁的潘绍香再次相遇，一唱定情。一次偶然相遇，开始了一生的相守。当时他们从哪里就来，我们从那边赶驶过来。在喜内队那边
相逢呢，我们就一起对山过去，但是跑不了了。Chỗ đó xíu mày sắc kinh quỷ là tiếng đi vòng neo là tu lùng phải vòng hoàng dần dàng trả lại đời rình nuông châu râu tua sâu bơi bơi đang bên sâu phấn râu áo của tôi 21号选手潘少香，掌声有请。偏题了，对歌的内容也偏题了。linh suy làm vinh phạt xa heo gì dầu nhớ ranh anh tu bảo lâm bờ rậu heo xỉn。我妈不是今年第3年嘛？第3年，如果今年不得的话，对她来说打击是很大的。我希望她今年第3年能得歌。第11届广西歌王展演陵水歌墟斗歌盛会的歌王获得者，他们分别是谢耀平、秦学一、燕翠龙、韦可怜、潘乃丽、潘文露。再一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Tao đang bị đến vào đây。既是比赛，总有输赢。潘少香1年的盼头落了空，明年的3月3，他还会来亮嗓。就在这1年1度的歌声中，他们开始了又一轮的盼望。3月3既是过节，全家欢聚一堂，自是少不了。对壮族人来说，谈情说爱、生产劳动，少不了歌声陪伴；节日团聚、畅饮劝客，自然也少不了山歌助兴。唱过春歌，唱秋歌，唱过茶歌，唱酒歌，唱不尽满眼的好风景，好日子，天天都放在歌里过。都说岁月如歌，可不是吗？山歌的激越嘹亮，不正如人生的慷慨豪迈？山歌的活泼灵动，也不正如生活的婉转悠扬吗？李圣荣天生一副好嗓子，一个人时唱，朋友聚会时也唱，高兴时爱唱，
愁苦时也唱。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的歌声，是乡亲们的一道风景。美呀嘞哦哎，上联的风景很美，我在这个美的环境下长大的，在这种风景美啊，我的心情愉快了，就上山歌了。这几天，李圣荣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邀请来自南宁，一个叫赵宇的音乐人下乡采风。李圣荣质朴感人的音质和高亢明亮的声线打动了他。回城后，他决定把李圣荣的山歌进行改编，加上现代元素，让南宁的山歌在现代生活中传得更远。对，来，好，来，李老师，来，1、2、3、4。哦嗨哟，罗那汉巴红啊嘞，哦嗨哟哩美嘞。李老师啊，你现在那里断，就是你断了，要连起来唱。我们试一下啊。哦嗨哟，罗那汉巴红啊嘞，哦嗨哟哩美嘞。大呀白呀白呀，那么那嘞，白呀那么那嘞，耶，美呀嘞哦。牵着我，永江河边排排坐，天上鸟儿哼着歌，水里鱼儿跟着和。哦嗨哟，罗那汉巴红啊嘞哦，嗨哟哩美嘞，他呀白呀白呀那么那嘞，白呀那么那嘞耶，美呀嘞哦。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啊，去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弹唱大赛。我们少数民族很多的旋律，它都是哆啦啦啦，哆啦啦啦，哆啦啦啦，哆来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我唱完以后，一下子在那样的一种比赛氛围里面，那些弹唱大师就听哇，他就觉得你这个太有吸引力了。然后而且每一次的比赛也好，还是下面交流的时候也好，我就会现场这样去教大家。逆风忘记。让田野里的山歌文化走向城市人群，走向现代生活。在赵宇看来，这是古老山歌的希望和未来。赵宇改编了100多首山歌，开始在高校进行公益演出，受到的欢迎让他始料未及。那我也更希望是会有更多的人，他能加入到我们这种喜欢比较快乐、简单的这种开心当中来。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广西歌海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篇章，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去玩这样的音乐。流山街爱上马六哥，那山谷那路塞满了九条河，那故里莲花，那只要如果说一个家乡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话，那么这里的人们，这一方水土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们啊，所以这边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蕴含着、孕育着，都呈现着他们的一种灿烂和笑容。所以我认为南宁是一个充满笑容的城市，南宁是一个充满了歌声的城市，南宁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城市。
黄春燕唱民歌，在南宁可谓是家喻户晓。20年前，她在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演唱的《壮乡美》，至今还留存在很多老南宁人的回忆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也非常幸福，唱着山歌一路走来，把我们的山歌唱响了全国，唱响了世界。如今呢，就是我们已经也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这个壮族的山歌也要不断的提升和发展，所以我肩负着责任，一定要把我们广西的山歌传承发扬下去。黄春燕新收了徒弟，是一位叫陈明珍的陕西姑娘。明珍从小学过传统音乐，定居南宁后，被广西山歌所吸引，拜黄春燕为师。现在用壮语演唱山歌，已经成了她演出的保留曲目。这一次，黄春燕带她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化项目的演出，这让陈明珍十分兴奋。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是1988年，那时候我刚刚18岁，那时候是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农村青年歌手大奖赛。小时候只是唱歌嘛，唱山歌就想说，哎呀，怎么唱怎么开心啊，反正得唱歌就开心，上舞台就开心，不管是去农村表演，或者是小舞台，或者是大舞台，都是觉得一种开心的感觉。没想到还能够上了春晚，上了中央电视台。据史书记载，壮人迭歌声和，弹琴凄婉，期间乃有绝佳者。这里说的迭歌就是三声部了，最高声部、中间声部和低声部。在严格的腰脚韵的规制下，3个声部相生相随，相互协调，和而不同，而又相互补充，风格统一。歌词则严整归一，要不是5字4句的蛮欢，要不是5言6句式的3部欢，整齐和参差在3声部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梁文珍，广西艺术学院教师。每年他和他民歌专业的学生都会把精心排练的作品带到舞台上，呈现给来自5湖4海的观众。这次中国多蒙音乐周活动持续1周，梁文珍和他的学生们精心编排了3声部民歌。这次表演，梁文珍做了创新，在3声部演唱中加入了广西本土的扁担舞、会鼓等元素，还特地邀请来了泰国的友人共同表演。而音乐周开幕在即，留给合练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但歌声却可以传情达意。山歌在这里成了神奇的媒介，唱起了山歌就是好朋友。一人起唱，众声附和。三声部似乎是声部的落列和叠加，其实是情感的延伸和升华。广西的三声部民歌，从远古走向现代，从乡村走向都市，从原始遗音走向现代音乐，而今又跨山越洋，在更宏阔的文化背景下，与世界音乐交汇交融，共生共长。山歌是故乡天边流逝的云彩，是山河故人泪眼里的守望，是寻寻觅觅后才找到的另一个自己，是灵魂深处牵绊挂怀的山高水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山歌就是他们的性灵抒发，山歌就是他们的灵魂咏唱，细腻入微，包容万有，气势磅礴，撼人心魄。山歌记录着遥远的历史，更承载着现代的梦想。歌声传递出的心中旋律，照亮了人们的生活。乘着歌声的翅膀，人们在这块土地上不断上演着动人的传奇。山常青，水长流，千年不绝，歌声飞扬。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